Hello，大家好，我是小甘。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新产品的开箱是什么呢？对，就是这个 SP3000的白金限量版。那它与之前我们所见到的黄金限量版有什么区别呢？没错，就是一个是白金，一个是黄金。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开玩笑啊！虽然话虽如此，但是这个开箱还是要给大家开一下的。其实这一次 SP3000的这个白金版是有一点就是出乎意料，但是也不会说完全没有料到。为什么？就是因为之前像 SP1000的时候，大家知道 SP1000本人是那个铜加不锈钢嘛，然后是限量版本有黑铜还有黑钢两个限量款，然后到 SP2000的时候有那个 CRC 的黑钢，还有那个普通黑钢以及一个黄金版，所以大家对于 AK 搞这个限量款一定要有充分的这个心理准备啊！为什么？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 AK 搞限量版不仅仅是在旗舰款，比如说像2000T， 它当时有那个白铜，这一次3000T 又有那个黄铜一样，它不光光是在旗舰款当中搞限量。如果说您留意到海外市场，您会发现，就海外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限量版，简直比我们国内要多的非常非常多。说到这里，我就要吐槽一下，为什么国内不把这些限量版把它引进过来呢？对吧？因为它有些联名的，还有一些新的颜色，我认为还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像红色啊、紫色啊。那这么多年来，其实紫色这一块的话，我们只见到一个 SR15的那个紫猫，但是其他的紫色在我们国内就没有正式发行过了，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吧。其实播放器它不同于耳机，其实播放器的它这个颜色的使用是可以更为大胆一些。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对于目前播放器的这个颜色选用过于保守是颇有微词的，所以不得不把眼光往海外去看了。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歌声卖的那个 SR35的那个限量款，到底卖的有多少个？价格比国内要贵出大概1-2000块钱，比普通版，但是销量依然很好，说明大家对于联名款或者说不同颜色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好了，那扯远了，我们回到 SP3000上面来。那这一次 SP3000的话，我们已经沿袭到了这是第5个版本。它首先它的普通款也就是 904L， 然后表面的话是银色还有黑色两个版本，这两个是普通款，依然是在售的，但是数量也不多了。然后后面出了一个铜版，铜版售罄之后又出了金版，金版的话是在那个 904L 的基础上面用丝法去镀上了一层 24K 金，那这个颜色的话也卖的差不多了。那在卖的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 AK 就要想了，那我没东西接上了，所以他就出了这个白金版来继续的，对吧？但是吐槽归吐槽啊，但是从我们销售方的角度来讲，或者从一个用家的角度来说的话 ，AK 它之所以敢出这么多限量款，说明它对于这个市场还是有底气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出了但卖不掉，那出限量款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吧？而这些年来，比如说1000、2000啊，还有那个带 T 的啊等等的，它的一系列限量款其实卖的都还不错，所以这也给了 AK 充分的理由去做这一款 SP3000的白金限量版。这一款的限量全球是300个，配额到国内的数量不是很多。然后这是 SP3000的最后一个限量版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了，再有的话我就把这机器吃掉，我就敢这么讲。它在工艺方面，它和之前的黄金版的差异只是说之前是镀了24K 的黄金，那这一次的话我是镀的白金，其他的方面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那其实 SP3000它的产品完成度以及它的音质还有外形，我相信已经不需要我去多说，因为这些我已经说的够多了。包括在店里啊，或者说在 B 站上面啊，已经跟大家讲的够多了，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腻了，不需要我再重复的去说它多好多好了，去说一模一样的内容了，对吧？在上周刚刚过去的就是东京耳机展上面啊，我也看到过有朋友去拍这个 SP3000的这个白金版啊，当时我愣了一下，这玩意儿怎么和不锈钢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这就让人非常的费解了。难道说这两种材料之间是如此接近吗？好了，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来揭晓这个谜底，拆开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话不多说，开整。这台是编号13号，不过这个编号它不会在那个机身上面就是有所体现了，它只是在包装上面有一个。这个包装盒记忆犹新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之前看那个黄金版，如果说您看我那个视频的话，就会记得是一模一样嘛，对吧？这盒子还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就这个盒子的这个体积和那个黄金版是完全一致的。看看里面是不是木盒？对的，也是木盒，就是用的黄金版的盒子嘛，没有什么区别的。要我说啊，它应该把这个活页也做成那个银色的，就是铂金色的，而不应该用金色的，这样才能更好的贴合我们产品的主题嘛。
然后这个盒子打开看看，好，银色的，然后机器，让我思考一下。我现在只看到它这一个滚轮啊，这个滚轮好像是比不锈钢的要亮一点。我开箱没有戴手套的习惯，看一看。客观来讲啊，看实物的话，和不锈钢的是有一点点实物的差异的。但是这个我相信用照片或者说用视频是很难得到体现的。但确实是有一些差异，它这个看着会更加的纯粹一点，就感觉。然后表面的话也是抛光的这个处理，铂金这个材料它比黄金要硬一些嘛，所以说它这个表面没有说开箱之后就有那个划痕，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痕迹的。好，机器嘛就到这里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看看配件。因为这一次的话，它那个皮套它换了新的皮套，我来看一看。它这个皮套是一个纯黑色的一个皮套，质感啊，还有手感啊，各方面我认为都是不错的。这不是说哦，非得找点东西来夸它，而是真的这个手感我认为做的是比较漂亮的。因为它这个黑色的这个面，它是有一点点那种反光的那种效果的。这个质感的话，在之前的保护套当中还是不常见的。然后还是老规矩贴膜啊，别的也没什么了。还有一根 A2C 的线。好，配件的话大概就是这些了。目前这一台机器在我们中国香港已经在销售了，然后那边的用家得出来的一个反馈是，铂金版本的这个声音与其他版本是有一点差异的，具体表现为它的声音，它的背景会更加的漆黑，以及它的低频会更加的 Q 弹。但是围绕就是 SP1000、2000、3000的几个版本之间的这个声音差异，其实是一直以来大家所争论不休的。那关于这一点，我还是那句话，您喜欢什么颜色，您就选哪个颜色就可以了，因为那一点点声音差异。它有的话，我相信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耳塞才可以把它辨别出来。所以从我们用家的角度来讲，其实选择就比较简单，就是选哪个漂亮，买哪个就完了，对吧？那这一台的话，它和不锈钢之间的这个声音差异，等一下我拷点音乐进去试一下，看看我能不能够听得出来。最后这个机器留给我们的悬念可能就只有一个了，就是它的发售价到底是多少？我个人建议啊，因为 SP3000的发售价是27888，我认为这一台机器稍微贵个1、2千块钱吧，对吧？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范围。如果说您定到像黄金版那种价格的话，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因为金这个东西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谁不喜欢大金表？谁不喜欢大金呢？对吧？而铂金版的话，相对来说可能就要差那么点意思了。所以价格方面，我还是希望代理商能够给我们适当的控制一下。那这里其实也跟大家稍微的透露一下，就是 SP3000的普通版应该是一个半停产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说基本上就是目前的库存销售完了之后，后面也不会再有了。原因就是 SP3000其实上市的时间也已经蛮久了，但是今年又不会有 SP4000，所以说才出了 SP3000的这样的一个限量版来填补一下这个市场。某种程度上面也可以理解为是给 SP3000续了一秒，对吧？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说对于屏幕前的用家来说 ，SP3000这个机器都注定是会在历史上面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的。这款播放器也是我认为在功能、续航、音质等等各方面做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的一款播放器。只有一点我不太喜欢，也是很多客户所吐槽的，就是它的重量。因为它重量是将近500克嘛，如果说您不希望像我那样使用腰包，而仅仅是把它装在口袋里面的话，那这个重量我相信您在路上走上半个小时就会感觉到这个东西有点坠口袋的，它实在是不怎么便携，所以重量是我一直以来所吐槽的一个因素。那其实我一直在想啊，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思念吧，就是它能不能够说哦，把机器屏幕做小一点，就这样，大概就做到这样，把它保留个5寸左右就可以了嘛。然后或者说再小一点4.5也可以啊，但是机身还是用这种金属，然后它把它的重量控制在400克以内，机身小巧一点。对，机身小巧一点，哪怕它重一点，其实它的手感会好很多，这也是设计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做小一点之后，把它做精致一点，厚度的话，我认为可以稍微薄一些。续航的话，尽量不要减，就做一个迷你版本的 SP3000，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可行。因为之前是有 SP1000的那个 M 版本，到最后的一个销售情况也是相当可以，
所以说 SP3000在未来能不能说也采用这样的一个理念，给我们做小一点，我可以接受声音只有 SP3000的90%，就是说我可以接受稍微有一点点的下降，但是所换取的这个便携性能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认为这时候就很值了。而且如果说出来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购入。那这一台的话，今天只是做个开箱，回头机器要还给那个代理商的。那其实有一点我注意到，就是之前的播放器啊，就之前其他任何品牌都没有做过这种工艺的，说明 AK 在这一方面，我认为还是有一点进取心了。包括像之前的那个黄金版也是的，之前应该没有哪个品牌说在上面镀这种光面金了，索尼不是光面金，包括 AK 自己的那个 SP2000的金版也不是光面金，这个工艺上面是有一点差异的。好了，那我相信这一台 SP3000的铂金限量版配额数量其实也不会多，它的一个产品周期应该也不会特别的长，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对吧？好了，那本期的开箱视频就开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开箱视频再见，拜拜。